11月15号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密集展开至少8场双边会晤，分别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、荷兰首相吕特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、塞内加尔总统萨勒、韩国总统尹锡悦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大后密集展开双边会晤，释放出哪些关键信息？来看看深圳卫视记者从印尼巴厘岛发回的报道。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。习近平指出，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，作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两支重要力量，中法、中欧应该坚持独立自主、开放合作的精神，推动双边关系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，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。马克龙表示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令人钦佩，法方秉持独立外交，反对阵营对抗，欢迎中国企业赴法国开展合作。法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，法方愿积极促进欧中对话合作。法新社在报道中描述了中法元首会晤的良好氛围。法国总统府则对媒体表示，在很多方面，法国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一致。此前不久，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时，空客集团与中国企业签订132架 A320 系列飞机和8架 A350 飞机的超级订单，总价值170亿美元。而法国和德国一样，都是空客的大股东。法国《巴黎人报》报道称，马克龙希望在2023年初访问中国。法国驻华大使罗良透露，法国总统马克龙指示他们协调访华之旅。马克龙表示，希望来中国，最好每年都来一次。罗良还表示，法方理解中国因为外事活动过多而难以在近期安排。观察指出，欧洲正备受俄乌冲突外溢效应的煎熬，全球地缘格局正在发生巨变。在经历了现实的毒打后，不管是德国、法国还是欧洲，都转向务实。他们意识到意识形态不能保暖，欧洲的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。15号下午，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会见受到多国舆论高度关注。习近平强调，今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，两国关系走向成熟稳定，首先应体现在正确看待彼此的差异和分歧，要超越分歧，相互尊重，互利共赢，这是两国关系实现稳定发展的关键。中澳之间从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，有的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和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，有的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共同诉求。中方重视澳方近期展现的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，双方应该总结经验教训，探讨如何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确轨道，并可持续地向前发展。双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，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经营提供良好营商环境。阿尔巴尼斯表示，澳中两国很快将迎来建交50周年，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。澳方愿意秉持当年澳中建交初心，本着相互尊重、平等合作精神，同中方共同努力，通过建设性、坦诚对话沟通缩小分歧，推动澳中关系稳定发展，并就应对气候变化、经贸等重要问题开展更多合作。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台积极报道这次中澳领导人会晤，指出这场会晤持续了32分钟，是5年来首次。中澳两国再次建立了对话关系。报道称，虽然两国关系仍需面对很多挑战，但交流总比吵架好，对话总比沉默要好。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台还用热烈而且有建设性来作为报道的标题，这也是阿尔巴尼斯本人在会晤后对媒体的形容。阿尔巴尼斯还高兴地对媒体表示，两国迈出了向前发展的重要一步。法新社也认为，这标志着中澳重大的外交转变。